随便洗吧。Hello， 大家好啊！我们又来到小菜地，准备摘点东西吃吃。今天天气不错，现在有一点风，现在是傍晚，太阳基本上快下山了。西巴过来 ，Come stay with 妈妈。今天我们主要是来摘这个香瓜的，因为这个香瓜好多已经熟了，再不摘的话就是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呢，有些都已经熟了。看这一个，长得很大。我们前两天吃了一个，还挺甜的，里面特别的多汁，然后特别的清甜，是那种又脆又甜的那种口感，还挺大的这个啊。这也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长虫子，有的已经长上虫子了，因为太甜了，它就会吸引一些虫子。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洞，但是虫子还没有钻进去，只是啃了一个小洞，很香。因为它如果熟了的话，你离得很远都能闻到它散发出来那种特别香的香瓜独有的那种香味儿，非常香，就是一个很甜的感觉。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也挺大的。这个很漂亮。这你闻着很香，基本上它下面的这个纹路长得特别明显的时候，基本上就说明它熟了。然后好像那边还有几个可以摘。这个应该，哎呦，这一个已经裂开了，这个太熟了。你看，熟的很甜，能闻到非常甜的味道，已经裂开了，而且已经有蚂蚁爬进去了，所以这个有点可惜了。但这个有点可惜了，就是虽然它裂开了，就说明它熟透了嘛，然后已经流出来很多汁了。就非常闻起来非常甜的那种感觉，非常香甜。这个我先放在地上吧，一会儿想一想怎么处理它。然后这边这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小，但是也是可以吃了的，因为这也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好像这里还有一个，这边，这个也长了点虫子，太可惜了。好了，摘了几个啊？摘了6个，还有吗？还有很多小的，我觉得那些小的可能要过一阵子才可以摘了。还有什么可以摘的？黄瓜，黄瓜也可以摘几根了。这个黄瓜啊，真的是最近一直在吃黄瓜，基本上每天都在吃黄瓜。
因为产量太高了，所以就是一直在吃，吃不赢的吃，送了好多给朋友啊，还有邻居啊什么的。黄瓜基本上其实已经结得差不多了，这个寿命虽然有些还在开花，但是我感觉好像有点差不多了。我们顺便看一下，哦，西红柿可以摘了，有几个西红柿已经熟了。看这西红柿长得非常的漂亮，这个西红柿我看到了，已经可以摘了。这个品种就是这种颜色的，这种橙色的，多漂亮，好漂亮的西红柿啊！很有西红柿的味道，闻起来，这就是那种，它这个就是那种吃起来特别沙，里面特别沙。昨天我已经摘了一个，已经吃了一个了，长得很漂亮。看一下还有没有啊？这边还有一个，也熟了。但是这一个呢，长得好像不是特别的标致，这个长得。这个长得有点，哎呦，还被我扯下来了，扯下来一块皮。这个就是里面是那种特别沙的那种，就是吃起来特别沙。你看这个长得不是特别好，正常的话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长得好的，但这个也是可以吃的。要吃点西红柿。Good boy， 对不对？是 good boy 吗？Good boy 呀。然后还有，OK， 我参观一下，就是这个是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如果一直看的话，应该还记得我在这里种的大概有4颗那种叫什么西葫芦吧，那种叫 zucchini squash， 就只有1颗幸存下来了，另外3颗不知道被什么动物给吃掉了，然后这是唯一1颗幸存的，但是它结了好多瓜，而且还有开了很多花。看，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zucchini 结的小瓜。看这个，这个也是，那边还有一个结了很多，这个长得好大。这个 zucchini baby， 虽然种了4颗，只有这1颗幸存下来，但是也挺好的。然后那边是我移栽的四能豆，也开花了。还结果了呢，看这是一个小的四能豆，小的四能豆。我没有吃过四能豆啊，我对它特别期待啊。有的人说爱的爱死，恨的恨死，我不知道什么味道，我没有吃过，我只是期待一下。然后这边是丝瓜，还记得我当时移栽的丝瓜吗？我移栽的大概有1、2、3、4颗丝瓜，看这1颗丝瓜。结了1颗大丝瓜，这个大丝瓜好大，
就是丝瓜，你知道吗？它是我的感觉是，它结起来特别快。上面还有一个小丝瓜，看这个藤已经爬到这个粪丝的顶上去了。然后这一棵也结了好多这种小丝瓜，这种小丝瓜。然后我感觉丝瓜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产量很高，但是呢，你真的得看着它，你要不看着它，一不小心，它就变成这样子了，你知道吗？就是大概2天吧，2天2、3天的时间，你没有注意，它就老了，就长得很老了，就是老到你根本没法吃了。比如说这一个就没法吃，因为太老了。那现在摘了吧又可惜，因为它种子吧也没有成熟，所以呢我就干脆让它继续在上面长着，留种子算了。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做一个丝瓜露，然后用来洗碗，用来洗澡或者洗碗，它的丝瓜露可以用上。所以丝瓜产量非常高啊。这里今年种了4颗，我觉得就吃不完，因为你看这个结了好多小丝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辣椒吧，前面有辣椒，还有这边，看这边就是我一直推荐种的一个品种，就是 honeycomb。这一串已经快熟了，已经有几颗已经快熟了。这个其实可以吃了已经，这个它还可以更红一点。哎呦，这个的口感就是我说过，就是特别的，甜，然后非常甜，非常甜。如果喜欢吃那种小西红柿的话，一定要记得种这一个品种honeycomb，产量特别高，它都是这种一串一串的。看这一串，1、2、3、4、5、6、7、8、9、10、11、12、13、14、15，这一串有15颗。它每一串都是这样子的，看这一串也是，长得非常漂亮，非常饱满，种个2、3颗就够一家人吃。因为它真的是，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其实你也不需要经常给它打厕子，如果你的空间够大的话，你种个2颗，就让它自由生长，就会有1个夏天都有吃不完的西红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辣椒吧。对，我们先看一下辣椒，看了吗？这是大概有2个多月了吧，一摘的辣椒，大概有2个月了，应该有2个月了。然后有1颗被一个什么动物吃掉了，我补了1颗，剩下的长得都特别好。其实那一颗，这里有一个辣椒已经可以吃了，看到吗？这一个长的，这个辣椒已经可以吃了，应该。再让它长2天吧，感觉还可以再长大一点。你看这一颗结了好多小辣椒，结了好多。我种了3个不同品种辣椒，有那种就像这种叫什么微辣的这种辣椒，还有这种特别小的小尖椒，这种会变成红色的小尖椒，特别辣。应该还有一个灯笼椒之类的，种了3个不同的品种。看空心菜又长出来了。上周刚掐过的空心菜，还记得吗？我们上周刚掐的空心菜。上周我给你做了 XO 酱炒空心菜，好吃吗？挺好吃的吧？我们家工程师特别爱吃空心菜啊。这又长出来了，看到没？这有好多又可以掐了，明天再给你炒一盘。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看的？长江豆呢还在结，
但是长油豆有点缺肥，因为略微有点瘦啊，长得有点缺肥，就是长得不是很长。你这边苋菜发芽了，然后这是苋菜，是我用种子直接撒的苋菜，红苋菜已经长出来了一些，我是直接这样撒的苋菜。我种了好多西红柿，后面这一排又全都是西红柿，然后这边也是西红柿，这边的都是那个 honeycomb 那个品种。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个窍门，我这边的西红柿还有这边的西红柿都不是用种子种的，然后我这边的西红柿还有这边的都是用那边的刺枝直接扦插的。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西红柿长到一定的程度了嘛，它长了很多刺枝出来，你就把这个刺枝剪下来。然后你如果喜欢这个品种，你就可以直接扦插呀，你就直接挖一个坑，然后扦插，知道吗？直接扦插，最好是挖一个坑，挖坑以后埋下去，然后记得天天浇水，每天浇水，然后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长成这样子。因为这边的西红柿都是用那边的刺枝扦插出来的，就是如果你对那个品种特别的喜欢嘛，你就不用去买那么多苗嘛，你就买个1颗2颗苗，然后它会长出源源不断的刺枝，你就用它扦插就好了。因为这些都是我用这个刺枝扦插出来的，你看长得多好，都开花了，这都已经开花了。然后还有这边也是，都是用那个刺枝扦插出来的，这都已经结果了，其实，看，都已经开始结果了。还有那边。还有那边也是用刺枝扦插出来的，长得不挺好的嘛？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品种嘛，所以我就觉得你就种个2颗，然后如果你特喜欢的话，你就扦插就好了，这很简单的，这不要太简单，是不是？就挖个坑一埋，然后每天浇个水。然后我还特喜欢在西红柿旁边种一些sweet basil 9层塔，据说它们2个放在一起作为同伴种植的话，对彼此都很好。那个西红柿的风味也特别好，口感也特别好。我这几年都是这么种的。然后你看这个 basil， 你看这个 sweet basil， 在这里面长得也挺好。看这 sweet basil， 它们之间作为同伴种植，挺好的。好了，这个西红柿的小窍门，就是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亲手尝试过了，我亲自尝试过了，然后它们确实成功了，然后开花了，然后结果了，所以我要给它分享给大家。就是对于我这个人吧，就是如果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亲手尝试了，成功了，我就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然后这边这一块菜地是我用种子直接地播的韭菜。直接用种子播的韭菜，现在已经开始起色了。我分别种了3种不同的韭菜，应该。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块地的阳光太好了，就是尤其是上午阳光特好，大概能照个8个小时太阳。但是韭菜是喜阴的蔬菜，它不需要这么多太阳，所以呢，我准备过段时间还是会把它们往这边边移，因为这个边边都在这个大树下面，它们的阴凉会多一些，光照会少一些。对韭菜就会特别好，我会把这韭菜都移栽到那边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它不需要这么多阳光。sit。好了，今天我们在小菜地逛了一圈，也收获了不少瓜果蔬菜啊。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点赞、分享，评论都可以了。来 kiss，good， 再 kiss，good。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